黑醋鸡，一道在菜单上经常被忽略的料理。今天我要带来一个非常好吃的黑醋鸡做法，让你对它改观。欢迎收看克里斯餐桌，我是 Chris。Hello， 我是 Chris。影片开始之前，请按下订阅，还要开启小铃铛哦，拜托拜托，开铃铛。这边。这是由我为各位打造的第一把刀，克里斯8寸主厨刀。这是一把专业级别的厨刀，不只能够在家庭厨房使用，甚至拿到餐厅工作也绰绰有余。刀型为西式主厨刀，刃长8寸，及205毫米，是一般家庭最通用的长度。特征为刀尖上扬，且刀刃前端圆弧，这代表着除了能一般切割食材，刀尖也能完成较精细的刀工。使用的核心钢材为 VG10 不锈钢，这是一种性能优异的高碳钢，有着良好的金属强度及耐久度，弱势硬度为60到62 HRC， 可达到非常好且持久的锐利度，受到许多厨师及刀具爱好者的喜爱。加上外层包着304不锈钢，用以保护核心钢材，使得清洁维护上也相当容易。刀柄材质为玻璃纤维，这是一种结构轻巧且坚固的无机纤维材质，有着非常好的耐高温及耐酸碱特性，而且止滑性不错。从头到尾的细节都由我亲自筛选把关，把专业级别的性能放到家庭厨房，它会是陪伴你很久的一把好刀。黑醋鸡的主要成分有鸡肉、蔬菜、黑醋酱、高丽菜丝。鸡肉用腿或胸都可以哦，重点是去骨。蔬菜选能配色的为主，4到5种会比较丰富些。3色椒跟茄子就能无脑带出颜色。红肉地瓜实际上呈现是橘色，配色挺好看。大多餐厅会配莲藕，也是为了造型好看而已。黑醋酱的做法虽说每个标准，但我非常喜欢用白醋加酱油这个做法。乌醋固然有它的强烈风味，但是用白醋做出来更加清爽。唯一要注意的是，白醋本身酸度都比较高，可以参考背面标示。一般工研醋或是我常用的味之康，酸度都在4%点多。像画面左边这罐万能醋，酸度只有2%，所以如果要用万能醋来做黑醋酱，就得多放一点。另外提供参考，乌醋的酸度是1.8%，所以我之前常说要提升酸度用白醋，要香气就用乌醋。如果你们像我一样常去吃某户屋，就晓得他们的黑醋鸡都会配很多高丽菜丝，还会附上一个酸甜开胃的和风酱，而且还能无限续。没错，我就是那个一直狂续高丽菜丝续到颠鸾倒凤不知天地间为何物的狂徒啊！这次摊主比较贴心，帮我把连接背骨的那部分去掉了。我应该早点告诉他留给我自己去就好，不然刀工会生疏啊。那你们可以直接买去好了就可以了。想看详细的去骨鸡腿的教学，可以点击右上角看一下哦。对了，如果你要请摊主代劳的话，请他把鸡骨留给你。你可以多收集一些煮高汤的素材。那一般去骨的过程，我比较倾向把中间这块软骨留下来。如果今天要做的是整片鸡腿的料理，这样做出来的卖相会好看一些。像今天要切块油炸的，再去掉就好。鸡腿横切或纵切，切成条状，再切成1口大小。好了，放进调理盆，撒点白胡椒，撒点盐，酱油作为提味用。你可以加入各种风味的酱油，像我手上这一瓶就是有柴鱼风味的，不用太多，撒一点就好。加一点米酒去腥，增加水分，磨一点姜泥，手磨才是王道啊！用刷子擀下去。这道料理跟姜很搭，我个人大推。最后再滴一点香油，先初步的搅拌均匀，再撒点太白粉，再抓一抓，搅拌均匀。最后来颗蛋，大约半颗就够了，主要是作为润滑作用。所以前面的步骤要先搅拌均匀，最后再下蛋，这样比较不容易产生颗粒结块。腌好了鸡肉放保鲜盒冷藏，大约3天内用完。高丽菜不管是品的或是煎的，
一定都是底部的梗比较粗，顶端的叶子最嫩。所以切高丽菜丝不要只想着把顶部全切下来哦，这样往后的日子只能吃菜梗了，你家人会恨死你。所以最好的做法是从侧面切有梗的部分下来切丝，反正切得够薄不影响口感啊，前提是要切薄啊。先把高丽菜对半剖开，不错，扎实没有空心，有水分，这样即使是菜梗切出来的菜丝一样鲜脆好吃哦。剩下一半先用保鲜膜包起来，我撕一张保鲜膜就好，我撕一张，一次用半颗哦，用完再拆。另外半颗从侧面切下一个你能掌控的厚度，这样大约3到4公分厚。旁边零散的叶子叠在底下一起切就好。用食指的第一个关节倚靠着刀面下刀，用往斜下的方式下刀，不是垂直哦。善用刀刃的长度去切割食材，下刀的过程就能减少阻碍，更顺畅。刚开始练习的时候，每切几刀就要停下来检查一下，看看关节跟食材的间距，还有切出来的成果是否理想。这种连续下刀的手感其实跟打球一样，都是熟能生巧。常常切，常常做，你就能不假思索的下刀了。好啦，手切的高丽菜丝就完成了。其实市面上很多切丝的懒人工具都可以快速的达到目的，但是用主厨刀手切出来的高丽菜丝，最大差别还是口感，锐利度是影响切味的最大关键，特别是在这种切丝或切片下刀次数频繁的食材上。而这边顺带一提，我用来切高丽菜丝的是我自己开发的这款克里斯 VG18寸主厨刀，有极佳的锐利度，有兴趣点击资讯栏看看哦。由于刚切好的高丽菜丝组织里面富含水分，摸起来松软是正常的，所以切好的下一步就是跑水。用一个滤网加差不多大小的容器，在细微流动的清水下跑个大约10到15分钟，让水把高丽菜丝里面的组织液慢慢带走。跑过水以后就会像这样子清脆有弹性啦。另外，如果你有冰块的话，在最后留个3分钟冰镇一下，效果会更好哦。水沥干的高丽菜丝放在底部透气的保鲜盒里，放冷藏大约3到5天内用完。其实和风酱这个名词有点笼统，主要是日式风味调出来的酱汁。我今天带来的是醋类的和风酱，味道的主轴是味淋、白醋还有芥末籽，详细比例我会在最后提供给各位参考。那么作为蘸酱用的醋，就比较适合这一种酸度不太高的万能醋。如果在没有比例的情况下，你可以先加醋，再慢慢倒入味淋，调到适合的酸甜度。酱油可加可不加，如果有需要，不要加太多。芥末籽先放2匙就好，有些品牌的芥末籽特别酸，要斟酌用量。香油不用多，大概10cc 就很有味道了。最后放入手持调理棒，把芥末籽稍微打碎就好，不用打太细没关系，因为芥末籽本身味道就很强烈了。好啦，这样简易的和风醋酱就完成了。由于里面没有什么生鲜食材，所以放冰箱至少可以放1个月哦。蔬菜我会安排在最后处理，主要是切开太久了容易氧化变色，特别像是茄子。不过倒也是有方法延缓氧化，比如说在水里加点醋，切开的茄子放在里面泡一泡，就能延缓氧化变黑了。甜椒、青椒里面这些白色的软组织要切掉，虽然站在营养的角度上是无害的，但是烹煮过后口感软烂，卖相也不好，各位就根据需求选择处理吧。蔬菜的大小主要以匹配鸡肉为主，可以像这样子切对角切开成三角形，在整体搭配上比较有一致性。那像这种日本圆茄怎么切呢？你可以拿一块刚刚的甜椒比划一下长度，斜切1刀，转个面再斜切1刀，以此类推，这样子大小就差不多了。地瓜比较难熟，不要切太厚哦，稍微抬一点角度切斜刀，这样就能匹配整体造型啦。好了，洋葱更简单了，掰2片下来，纵向对切，再斜对角切开，就有基本的三角形了。这也是平时炒菜很常用到的刀工哦。没切完的茄子水沥干，放在冰箱大概3天内用完哦。黑醋酱我们需事先煮过，再加入淀粉勾芡，这样做有2个好处。一是白醋煮过比较不会那么酸呛，这样的味道也会圆润一点。2是可以加快你出餐调味的动作，跟我们之前做黑卤的意思是一样的。但是要不要先勾芡，主要还是看用途，这个我后面会再说明。用小火慢慢加热就好，不要大滚。勾芡用的淀粉是片粒粉，也就是日本太白粉，
分量我尽可能把它抓得刚刚好，比例会写在后面给各位参考。煮到像这样子小滚的时候关火，一边搅拌一边慢慢倒入一半的芡汁，再开小火升温让它慢慢定型，确定浓稠度不够再关火倒入剩余的芡汁。总之勾芡的中后期都别让酱汁滚沸，这都可能造成结块。如果是第一次操作，我会建议你分2次下，勾芡还是得需要点经验去判断。记得就算食谱上有给出数字，你也不要一次全部倒入，有时太白粉的品质也会影响到浓稠度。再来最重要的还是酸能促进水解，若先加醋再勾芡会比较难糊化，这样太白粉的量就得多一点，所以有些食谱才说醋最后放。但我这边为了方便各位使用，都已经计算好了，全部煮完再勾芡，浓稠度几乎是刚好。勾芡完成后再放一点香油提个味。好啦，将我们的黑醋酱就完成了，冷藏保存2周内用完。准备油炸工具至少要3支，细的捞油渣，粗的捞食材。不锈钢夹最好选这种带锯齿边的，这样夹炸物比较不容易滑落。炸粉我们一样用太白粉，用太白粉炸出来的面衣比较轻盈一点，不会那么厚实，适合用在不强调脆度的料理。比方说今天这种要裹酱汁的，盘子里面撒粉，上面摆满一层鸡肉，这鸡腿蛮大的哦，2只就够我做3份了。然后上面再撒一层太白粉，抓一抓沾均匀，再静置个5分钟，让太白粉吸附鸡肉表面的水分就可以使用了。大约160度就可以下锅了，放个计时器在旁边观察。下锅后约30秒。用勺子轻轻把鸡肉从锅底推开，确认鸡肉没有触底或互相粘黏。大约1分半至2分钟就可以先捞起来了。我们待会要把油温拉高炸第2次，用细的油网把油渣捞干净。油温拉到170度左右，鸡肉再回锅炸30秒就好。这一步不是为了要抢酥，只是要利用高温让油脱得比较干净一点。我们的鸡肉切得比较小块，很快就熟了。如果在第1次炸就直接拉高油温，时间会拖太久，所以我们才改2次炸的方式。好啦，炸鸡肉完成，记得每次炸完都要捞油渣哦。蔬菜用刚刚的粉来蘸就够了，全部丢进去，用盘子盖起来，摇一摇就可以了。保持160度先炸地瓜，地瓜比较难熟，多炸一点，我要当点心。大约1分半左右就快熟了，这时就可以拉高油温下蔬菜。再炸1分钟就好。起锅前的30秒再丢洋葱，我不希望让洋葱炸上色。如果你嫌麻烦，一起炸也没关系啦。好啦，这样蔬菜全部完成了。从冰箱拿出高丽菜丝，我们要进行最后出餐的动作了。待会裹酱汁这个动作多少会沾，你可以用不粘锅，事后清洁整理会比较方便。因为我们的黑醋酱很浓稠啊，如果你使用铁锅就比较考验技术了。重点是这个步骤用不粘锅或铁锅做出来差别不大。锅子不用太热，大约水滴下去能蒸发就好。刚刚油沥干的炸物全部一起下锅，再开中火炒热，稍微的翻炒均匀就好。然后黑醋酱在你的可视范围内尽可能均匀淋上，这样就能确保味道是足够的。注意火不要太大哦，保持中火慢慢翻炒。这一步是利用高温将淀粉更进一步收缩，更粘稠。这个做法在很多料理上都很常见哦，有机会再分享几道。听不见酱汁在锅底的声音就可以关火了。用余温再继续翻炒几下，像这样子就好了，可以盛盘喽。好啦，一道酸爽开胃的黑醋鸡就完成了。这个只是其中一种做法。我个人觉得比较迎合大众的喜好。那如果你不喜欢油炸也没关系，全部改用炒的，最后加入黑醋酱跟水，做成烩菜的版本也可以，就比较家庭风味啦。但是像这样事先用淀粉蒸稠的酱汁，还是比较适合这种想呈现干一点的料理。如果你要大火快炒，就别放太多淀粉，甚至不要放，否则高温下锅会糊成一块哦。但我个人还是比较没办法抗拒这个油炸版的就对了。别忘了你的和风醋哦，高丽菜丝就是要配这个啊。
每次饭没吃多少，高丽菜丝倒是吃了一大堆。该不会在这集播出后，我会被某户屋挡在门外吧？不是啦，这一集的主角是黑醋鸡啊。